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对历史规律的认知。在咱们通常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王朝有个逃不开的300年周期率，强如大汉，盛如大唐，300年左右也就到头了。可是，在战国时期，有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何冠子，他却抛出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神话。他说，在遥远的上古时代，有一个叫成鸠氏的族群，人家治理天下整整延续了18000年。对，你没有听错，不是180年，是18000年。而且成鸠氏在这期间兵强马壮，天下无敌，地位稳如泰山，跟天地同寿。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像在吹牛？当时有个叫庞子的人，他也不信。他问何冠子老师，大家都说要建立风俗，推行教化，可大家最多也就折腾个几十年，这个成鸠氏到底开了什么外挂，能把一个国家经营18000年都不倒闭？何冠子的回答只有一句话，但重如千钧，因为成鸠氏法天。他说，成鸠氏把天道当成了唯一的标准，所以没有人能超越他的高度，也没有人能撼动他的神圣。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天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它是怎么变成治国工具的？大家好，这里是道无阅览，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我们一起深度拆解古为今用的智慧。天道的5个维度，成鸠氏的底层逻辑。庞子追问道，什么叫法天？天又不会说话，怎么学？何冠子接下来的这段论述简直是管理学上的巅峰。他把虚无缥缈的天道拆解成了5个极具操作性的维度，这就是成就氏长治久安的5块基石。第一块基石，天意诚未得，规则的确定性。何冠子说，天者成其日得也。你看那太阳每天从东边出来，西边落下，南北运行有固定的极限，这就是成。放到治理国家上，这就是政策的确定性。太阳从不迟到，也从不早退，这就是天地的法则。成就氏学到了这一点，制定政策一定要成。如果一个政权今天说要这么干，明天一拍脑袋又变了，官员说话像放屁，民众怎么能够信任你呢？成就氏的秘诀就是像日升日落一样恒常不变，让民众有稳定的心理预期，这就叫做政策定，人心安。第二块基石，天以信为行，赏罚的信用感。天者信其月行也，月亮有圆有缺，就像刑罚和赏赐的更替，月亮该圆的时候圆，该缺的时候缺，从不失信，这就是信。在成就氏看来，法律不是用来吓唬人的，而是用来建立信用的。该赏的，就算他是你最讨厌的人也要赏，该罚的，就算他是你的亲儿子也要罚。这种月亮式的信用，让民众清楚地知道边界在哪儿，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赏善罚恶从来都不是玄学，而是像月亮圆缺一样准时的物理逻辑。第3块基石，天以明为纪，系统的秩序感。天者，明星其极也。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为什么乱不起来？因为人家各有各的轨道，大星有大星的位置，小星有小星的任务，秩序井然。这就是社会分工的明确化。成就氏建立了一套清晰的等级和岗位责任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哪儿，该干嘛，大到君王，小到武长，就像满天星辰，各司其职。这种明杜绝了无谓的内耗和权力的越界。第4块基石，天以阴为时，时机的顺应感。天者，寅时其泽也。40更替，春种夏耘，秋收冬藏，谁也不干扰谁，这就是阴。治国不能蛮干，不能大力出奇迹。成就氏讲究的是顺势而为。春天你非要打仗，百姓的庄稼水种；冬天你非要大修宫殿，百姓冻死水管。治理国家要像四季轮转一样自然，顺应规律，顺应人性。这种智慧叫不折腾。第5块基石，天以一为法，内核的唯一性。最后也是最核心的，天者以法其同也。无论古今中外，天道的本质就这一个。成就氏抓住了这一个一，也就是抓住了根本。这个一就是诚信、公正、有序、顺天。何冠子总结说，这5点不是谁发明的，他们本来就摆在那儿。成就氏只是老老实实的成了天道的搬运工，因为他们守住了这个一，所以没有人能跟他们争先，也没有人能增减这种制度的分毫。这就叫道存则国存。
成九之治，中国最早的网格化管理。庞子听得一愣一愣的，赶紧拿小本本记下。但他又问了：哲学讲完了，具体怎么操作？成九式是怎么管人的？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让现在的管理者都感到汗颜。成九式建立了一套极其严密的层级治理体系，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全方位网格化管理。这种架构细到让你头皮发麻。我们来看看成九式的行政蓝图：5家为5个家庭选一个伍长，15为里，50户人家设一个里长，4里为扁，200户人家设一个扁长，10扁为乡，2000户人家设个乡师，5乡为县，1万户人家设一个强夫，10县为郡，10万户人家设一个郡大夫，郡上还有柱国，相当于丞相助理，最后汇聚到天子那里。这套架构不是摆设，成九式的核心理念是治下不安，上不可以宰。下面的地基如果不稳，上面的楼建得越高，塌的就越快。所以他们把功夫全花在了最基层。这里的社会风气好到你不敢想象。在成九式的社会里，大家都在聊什么？何冠子说，父亲们在一起聊的是义，孩子们在一起聊的是孝，长辈说的是善行，晚辈讲的是恭敬。这种氛围就像香薰一样，早晚都在熏陶着每一个人。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流动人口管理。如果你要搬家，必须家与家相互交接，人与人相互托付。这样一来，那些想跑路的罪犯、居心叵测的奸邪之徒，在社会上根本找不到立足之地，也没有地方躲藏。这不就是最原始也最有效的社会诚信系统吗？恐怖的追责制度，为什么没有人敢和稀泥？现在的很多人最怕的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在成九式那里，这种想法是会要了你的命的。成九式制定了一套极其严格的追责逻辑，确保信息流绝对通畅。伍长和里长注意了，如果你管辖范围内有人不听命令，或者家里生活异常，突然暴富，或者突然穷得揭不开锅，你竟然不向上级汇报，这叫乱家。伍长和里长同罪。接下来是乡师和强夫，如果你不按时巡查，不推行教化，或者发现了好人好事不表彰避名，发现了坏人坏事搞隐瞒下笔，这叫乱乡乱县，是死刑，不予赦免。到了郡大夫和柱国这一级，只要你汇报的情况有遗漏，或者导致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究，这叫求证，政务松弛，对不起，处死，甚至灭门。最高行政首长令尹，如果你搞乱了天下，伤害了百姓，直接撤列示众。你可能会觉得天哪，这也太残暴了。但何冠子解释说，正是因为这种零容忍的追责，导致了2个结果。第一，为善者可得举，为恶者可得诛。在这套体系下，好人不会吃亏，坏人没处藏身。第二，话离俗成，当每个人都以终身行善为标准，当这种规则变成了肌肉记忆，社会就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共同体，少则同柴，长则同幼，生死同爱，祸灾同忧，大家活着一起快乐，劳动一起出力，有灾一起扛，哭泣一起哀。这种凝聚力到了战场上就是4个字：天下无敌。何冠子自豪地说，成九式的军队晚上打仗能够相互信任，白天打仗能够完美的配合，因为他们不是在为君主打仗，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兄弟，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打仗。最后达到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其行事而不用，法律在那儿，但是没有人违法，军队在那儿，但根本不需要出手。这就是成九式18000年的秘密，用最严的规矩养出了最淳朴的民风。刚才咱们说到了成九式那套严丝合缝的行政网格，你是不是觉得已经够厉害了？别急，这只是骨架。想要这18000年的庞大机器转得动不生锈，还得有一套精准的动力系统。天驱日数，领先1000年的数字化办公。庞子听完了这些严厉的追责制度，心里打了个冷战，赶紧问老师，这种网格化听起来是很好，但万一信息传偏了，或者上面的人懒了，这机器不就卡死了吗？成九式是怎么保证这套系统永远在线的？何冠子微微一笑，抛出了2个极具科技感的词：
天区和日数。什么是天区？也就是按规律办事。何冠子说，天有四时，春夏秋冬，地有五行，所谓天区，就是让天子像导航仪一样，死死守住中正这个圆心。不管是调和音律、规范度量衡，还是制定刑罚和恩德，都要从这个根本出发，按部就班。这叫从本至末，递以加以。就像咱们现在的标准化作业流程，一步都不能乱。什么是日数？这就是古代的办公软件汇报。如果说天区是战略，那么日数就是执行。成就是建立了一套严格到分钟的汇报时间表。里最基层，每5天必须向扁汇报一次情况，扁每10天向乡汇报情况，乡每15天向县汇报情况，县每30天向郡汇报情况，郡每45天向柱国汇报情况，柱国每60天汇总给天子，天子每72天派一次特使巡查。这套系统牛在哪儿？它实现了信息的双向秒回。何冠子总结说，下情60日一上文，上会72日一下究。基层有什么困难，最晚2个月，最高层肯定知道了。天子有什么福利政策，最晚2个半月，肯定能落实到村头。这种效率在那个靠马车传递消息的年代，简直就是信息高速公路。在这种日数的加持下，贤能的人不会被埋没，想混日子的人根本待不住。官员要是亲临百姓，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罢免的公文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所以天下人才会唯恐后至的跑来归附。神秘的王府，那个不能动的定海神针。庞子听到了这里，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但他又提出了一个核心的痛点：老师，这套法子确实好，但人都是有私心的，万一后代子孙里出了个败家子儿，觉得这套规矩太累，想改一改歇一歇，那这18000年的基业不就毁了吗？这时候何冠子说出了全篇最关键的2个字：王府。王府到底是什么？它是成就氏代代相传的传家宝，但它不是一把金斧头，而是一套不朽的政治遗嘱。规矩就是命根子。成就是对后代说，这套制度不是给你拿来玩的，它是非一世之器，哪怕遇到了旱灾、水灾，你可以用新方法去救灾，但背后的王府逻辑，也就是那套公平、诚信、法天的原则，绝对不能动。恐怖的祭祀考核在成就是那里，如果后代子孙乱改规矩，那后果比丢了皇位还要严重。如果你昏庸了，改了王府，这叫坟，你死后进不了宗庙，祖先的神灵不吃你的祭品，老天爷还会降下灾祸。这种祖灵崇拜在古代是一种极强的约束，它强制要求接班人必须用心不分，不能被外界的花花世界勾了魂，必须守固创新。何冠子用了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增规不圆，一举不方。圆规已经能画圆了，你再往它上面贴金，它能画得更圆吗？锯齿已经能量方了，你给它镶钻，它能更方吗？王府就是那个最完美的治国标准，你要做的就是守住它，而不是去折腾它。世界大同的降维打击。聊到最后，庞子还是有点怀疑人生。他看了看窗外战火纷飞的战国，叹了口气说：老师，您说的这些都像神话。现在各国交通这么发达，衣服穿的差不多，话说的也通，可大家还是为了地盘打得头破血流。成就是当年交通那么差，怎么可能四海一家呢？何冠子讲了一个特别接地气的故事。他说，你看，当老虎、狼在林子里杀了一个猎物，天上的老鹰飞下来，地上的蚂蚁爬过来，甚至地底下的蚯蚓都想分得一杯羹。这6种生物平时面都见不到，为什么这时候能聚在一起？答案很简单，所欲同也，大家的欲望是一致的。这就是成就式的降维打击。人类其实没那么复杂，不管你是中原人还是衣帽人，大家想要的东西都一样，想要安全，想要吃饱，想要公平，想要家庭幸福。只要你正一，也就是守住那个最基本的人性规律，把规则做到极致公平，把德行推行到四海，那万国来朝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根本不需要靠军队去强迫，因为你的国家就是所有人向往的样板间。2000年前的智慧，今天依然震耳欲聋。这就是何冠子王府带给我们的震撼。
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的强盛，不在于它的手段有多花哨，而在于它是否抓住了那一个一，那个最本质的诚信、公平和规律。成就是18000年，其实就是规矩对任性的胜利。就像何冠子最后说的，只要你能够正一，万国就会同心。这不仅是古人的政治理想，更是我们今天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寻找稳定感和长期主义的终极答案。增规不远，易矩不方，守一而治，天下大同。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 CEO， 你敢引入成就是那种汇报延误就撤职的制度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管理心得。这里是道我阅览，喜欢我的视频请点赞关注，带你透过古人的眼睛看清今天的世界。我们下期再见。